在民国时期的特务政治舞台上，毛人凤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。他深耕情报系统数十年，从军统的幕后智囊到保密局的台前局长，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铲除异己，执行了无数血腥任务。然而，这位曾被蒋介石以为心腹的重臣，最终却在蒋家父子的权力洗牌中沦为弃子。其兴衰沉浮的一生，堪称民国时期权力斗争的缩影，深刻揭露了独裁政权内部弱肉强食的残酷本质。毛人凤的崛起始于军统的权力真空。早年间，他投身戴笠麾下，凭借隐忍谨慎的性格和出色的协调能力，成为军统核心骨干。与戴笠的锋芒毕露不同，毛人凤深谙藏拙之道，暗中培植势力，积累人脉。1946年，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，军统群龙无首。蒋介石看中毛人凤的听话与手腕，将其推为军统改组后的保密局局长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民国最庞大的特务机构，虽在抗战时期承担过部分锄奸任务，但其核心职能是镇压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。毛人凤接手后，将保密局的恐怖统治推向顶峰，情报网络渗透军政、经济、文化各领域，通过暗杀、绑架等手段残酷镇压意见人士。1949年9月6日，在其直接命令下，杨虎城将军及其子女、秘书宋启云一家在重庆代公司被秘密杀害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保密局成为蒋介石戡乱的重要工具，制造多起血腥惨案。毛人凤也凭借这些功绩，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特务头子。此时的保密局拥有数万名特务和庞大武装，势力盘根错节，甚至能与地方军政势力分庭抗礼。然而，毛人凤的权势滔天，恰恰为他日后的事实埋下了伏笔。蒋介石在政治上一贯奉行以派制派、互相牵制的权术，他既需要特务机构维护统治，又时刻提防其权力过度膨胀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。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后期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政权摇摇欲坠，退守台湾后，内部矛盾愈发尖锐。此时的毛人凤手握核心情报权力，其掌控的旧特务系统势力庞大，已然成为蒋介石心中的隐患。更重要的是，蒋介石年事已高，为儿子蒋经国铺路，确保蒋家政权世代传承的想法愈发强烈。蒋经国自回国后，便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，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太子系，主要依靠青年军官、流苏派和部分新崛起的官僚力量。而毛人凤代表的旧特务系统，不仅势力雄厚，且内部人员复杂，大多只忠于毛人凤本人。与蒋经国的太子系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。在蒋介石看来，毛人凤的旧特务系统既是潜在的权力威胁，也是儿子蒋经国上位的最大障碍。因此，整合情报系统，削弱毛人凤的势力，成为蒋家父子的必然选择。为了实现权力整合，蒋介石提出了将台湾所有情报部门合并归一的方案，计划由蒋经国担任一把手，毛人凤退居副手。这一方案看似是职位调整，实则是要彻底剥夺毛人凤的实权。毛人凤隐忍多年才坐上保密局局长的高位，自然不愿轻易交出权力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关键人物的介入，让这场权力斗争变得更加复杂。他便是宋美龄。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早有嫌隙，一方面是因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与宋美龄的关系微妙，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理念的分歧。宋美龄担心蒋经国权势扩大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因此不愿看到蒋经国顺利掌控情报系统。之后在关于情报系统整合的会议上，毛人凤公然站出来反对方案，并隐晦地暗示自己得到了宋美龄的支持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蒋介石，曾经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得力心腹，如今竟联合自己的妻子公然叫板，且手握足以威胁政权的情报力量，这样的刺头绝不能留。蒋介石深知毛人凤根基深厚，直接铲除可能引发动荡，便使出借刀杀人之计，扶持手段强硬。忠于蒋氏父子的军官训练团主任彭梦基，策划鸿门宴，邀请各情报单位主管赴会。酒过三巡后，亮出蒋介石亲笔命令，宣布负责整合全台情报工作。凭借蒋家撑腰和自身铁血名声，彭梦基不费一兵一卒便掌控了谍报系统，保密局被彻底架空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为蒋经国设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一职，看似普通，却手握核心政务，情报统筹大权，为其全面掌权搭建平台。蒋经国上任后，通过提拔、利诱等手段拉拢毛人凤麾下骨干，多数官员为名利所趋，纷纷倒戈，毛人凤的核心团队分崩离析，保密局局长沦为空架子。1955年，毛人凤被免去保密局局长职务，调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，看似职位相当，实则远离了核心权力圈。此时的他早已心力交瘁，
加上长期沉迷于权力斗争和酒色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。1956年10月14日，毛人凤在台湾病逝，结束了其充满血腥与争议的一生。毛人凤的兴衰，本质上是蒋家王朝权力逻辑的必然结果。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体系中，任何人都只是权力棋局中的棋子，有用则留，无用则弃。毛人凤曾以为自己的功劳能换来长久的富贵与权力，却忽略了独裁者最根本的诉求，维护自身及家族的绝对统治。当他的势力威胁到蒋家父子的权力传承时，所谓的忠心与功绩便一文不值。